这是一场被《时代周刊》等西方媒体直接给出 Top in Passion and Fashion 最高评价的一场演唱会。这是一场被当时香港各路媒体评价为贞子化身、女装扮演等差评的演唱会。这是法国国宝级时装大师 Jean-Paul Gaultier 第一次为亚洲明星做服装造型的演唱会。这是张国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自担任艺术总监，付出极大心血却给他带来巨大伤痛的演唱会。为什么这场演唱会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呢？仅仅是因为哥哥造型过于前卫，还是背后有更大更深层次的原因呢？针对这场演唱会的各种攻击，是否埋下了哥哥之后发生悲剧的种子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场演唱会上的几个标志性造型。演唱会开场，张国荣身着肩袖上装饰有浓密羽毛的白色外衣，在光幕中冉冉升起。脱掉外套后，呈现出一身深 V 露背的白色连体裤装。接下来的几身穿着分别是鱼鳞透视装、苏格兰贝母裙裤装、拉丁情人版金属西装、黑衣皮裤加丝绒红袍的魔王装、白色背心加流苏牛仔裤的不羁套装、oversize 的灰金西装，和最后出乎意料的一身白色浴袍。而整场演唱会的造型连在一起，讲了一个天使挣脱牢笼坠入人间，变成游戏人间的美少年，然后背叛上帝变成魔鬼，最后回归自我的故事。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些造型，你有什么感受？多年以来，媒体一直把这场演唱会在当时引发的巨大的舆论争议解释为20多年前香港市场接受不了这种模糊性别界限、先锋大胆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今天回看这场演唱会，我的感受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超前时代的个体和他所属的社会环境的审美落差，而且也是今天东西方审美冲突频频爆发的一个提前了20年的预演。为什么这么说呢？ Jean-Paul Gaultier 作为时尚圈的鬼才，他的设计标志在于能不落俗套地打破性别的界限，再加上他又深受宗教美学的影响，使时尚圈一个无所禁忌的存在。他为麦当娜、张国荣、李宇春设计的舞台服装都是打破审美界限的经典设计。然而在张国荣的热情演唱会上，无论是天使之泪、魔鬼封印，或者是像耶稣般的长发和教皇般的红袍，这些西方宗教语境下的符号如何能被亚洲观众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底层差异如何在时尚这个以形象为传播方式的领域中被精准翻译，都是很大的挑战。而同样是打破性别界限，西方人眼中的做法可能是留长发、穿深 V、露肌肉、穿透视装，而在东方人眼中却可能是更含蓄的。哥哥本身的气质其实就是打破性别界限活生生的范本。只可惜作为一个西方设计师， Jean-Paul Gaultier 实在无法用东方的艺术语言去展现12少那翩翩贵公子的儒雅俊美，旭仔那摇曳身姿的东方性感，或者陈蝶衣那火热又含蓄的窈窕和深情，也自然很难激起东方市场的审美共鸣。最让人心疼的还是哥哥，他的超前和无畏使他成为了今天这场如火如荼的东西方审美冲突20年前的一个火力焦点。大家好，这里是天才女友。整整20年过去了，千万人怀念一个人，却从不曾停止。我和明总一直都私心喜爱着张国荣，有不少青春时期 emo 的夜晚都会打开哥哥的演唱会回味。今年年一过，我们就约定一定要空出几周时间来专门准备这个稿子，作为献给哥哥的纪念。那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就从这场演唱会从天使到魔鬼的4个阶段说起，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张国荣这4个人生阶段的穿衣风格的变化完全印证了他内在的蜕变。为什么说看懂了这一场演唱会就看懂了张国荣的一生，以及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在他的人生中看到自己。天使，这是刚出道时的张国荣，就2字儿 Len Zai， 穿得非常童心未泯，棒球衫、卫衣、格子衬衫，风格嘛，我只能说还没找到。他的演唱会造型比起私服还是要大胆很多。在歌手登台大多数穿西装打领带的70年代，哥哥受英国留学时的偶像 James Dean 的影响，有时候穿着牛仔裤 T 恤就登場了，很多人看不慣，甚至跟他說請回去多讀點書，這樣真丟人。張國榮自己後來回應時倒是很坦然，因為我咧走在個人咧就係好前衛嘅，在我看來，哥哥雖然有一顆想要超越時代的心，
但衣着好像确实没跟上心灵的脚步。那么为什么说没跟上呢？我觉得呀，还是因为他当时的前卫是照搬了别人的风格，还没有把自己内在的独特用适合自己的前卫穿着表达出来，本质上还不了解自己是谁。这也映照了哥哥当时懵懂的事业和感情。那时候他无论唱歌还是演戏都还没啥代表作品，情感上则是经历了与雪梨、尼斯贝以及杨受成女儿杨思诺之间3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就像天使刚刚坠入人间，一切充满未知。美少年，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無言來奉獻，柔情常令我個心有愧。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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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誰能代替你地位？进入80年代，张国荣童心未泯的牛仔裤、棒球衫、格子衬衣换成了一水的披风衣、高领毛衣、西装等等，青春的感性变成了成熟的性感。他的五官线条本来就非常柔和，按倪匡的话说叫做眉目如画，非常有东方气质，很适合这样的翩翩贵公子风。80年代正是阿玛尼、Prada、Chanel、Louis Vuitton 等西方大牌集体进军香港市场的时代。张国荣呢，他的父亲是香港洋服大王，再加上他在英国留学时受到西方时尚的熏陶，自己又特别注重形象，所以可谓是根正苗红，没有悬念的成为了当时香港演艺圈中的时尚先锋。他是香港第一批穿上 Giorgio Armani 的艺人，80年代几张专辑的封面也都是简约大气的西装造型。不过这些公开场合的西装穿着似乎掩饰了他本身的某些气质，看起来更像是大众情人。外在穿衣风格的变化映照的是这个阶段张国荣事业的起步和情感的转向。1983年开始的这些年正是张国荣的自我探索期，而事业和感情的突破正是这一时期他人生中一明一暗的2条主线。事业上，张国荣遇到恩师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逐渐形成了成熟性感的东方猫王风格，推出了 Monica、 风继续吹、当年情等金曲。而影视方面也是全面开花，塑造了一系列非常多元、可憨、可萌、可痴、可怨、可盐、可甜的角色，也通过扮演极其多样的角色，体验到了不同的身份和情感。而感情上，从1982年和唐鹤德相识，到85年为你钟情专辑封面上张国荣特别露出的唐先生送的卡地亚3色戒指，再到89年两人情感终于稳定，天使遇见爱情，从此化身人间美少年。每当研究这个时期的哥哥，我都在想一个问题：哥哥的情感转向对他事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爱情是一个人的意识之光照见自我的最初时刻，而对于艺术家来讲，情感的觉醒也许更是先于艺术绽放的。如果情感中都不能真实做自己，艺术家又怎么能够在其他方面敢于表达真实的自我呢？而情感上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的哥哥，也即将踏上他从一个艺人变成一个艺术家的魔鬼蜕变。成的結果，我在唇上的喜歡怨我，在灰暗裏漆黑中那個美夢，從鏡裏看不到的一份陣痛，你像紅塵掠過一樣沉重。这是跨越97演唱会上的张国荣，他穿着黑色网眼丝袜和猩红色高跟鞋，和舞伴贴身热舞。这一刻，我们知道他的美已经不是80年代那种单层次的美了，而是一种更加立体和复杂的美，里面有霸气磅礴的妩媚、任性天真的性感、风情万种的不羁，如此矛盾互斥的特质交融集合在他身上，过分美丽了。英国女作家 Virginia Woolf 曾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张国荣自己也说，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2个性别同在一人身上的，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而这种没有性别的艺术表达还是激起了香港媒体的巨大争议。比造型争议更吸引媒体火力的是下面这段哥哥对于唐先生的表白。在距离他们83年1月2日在一起那一天后的整整14年，
哥哥在全世界面前对唐先生说：我今晚喺呢度送一首歌俾你，同埋咧，另外一位我覺得喺我生命裏邊好重要嘅一位好朋友，即係你嘅契仔，喺我最失意嘅時候，經濟最差嘅時候，佢可以將佢所有嘅人工，幾個月嘅人工借俾我渡過難關。你知我講緊邊個啦？當然就係我個好朋友唐先生啦，係嘛？喺呢度，我要將呢一首歌送俾我呢兩位摯愛嘅朋友同埋我嘅親人，送俾你有以下嘅你呢一首，當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聽。这一刻我每看一次都要哭一次。要知道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敢在华人娱乐圈公开这么做，这是什么样的勇气啊。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泰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之前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他怕之前跟我说了我会劝他，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人受伤害受委屈，所以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即使贵为天王，这个决定后来也让张国荣受到不少的嘲弄。在97年的金马奖现场，颁奖嘉宾秦汉就曾当众揶揄《春光乍泄》里那样的角色他演不来。这里面的那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恋爱的角色，开玩笑的，我演不来。世人更愿意看到一个大众情人，而接受不了他打开内心的魔盒，哪怕那才是更真实的他。每次我研究一个人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他的性格形成和人生关键的转折点。我个人认为，推动张国荣最终在97演唱会上能够义无反顾地做自己的关键转折点，是从90年代拍摄《霸王别姬》开始的。要知道，在这之前，张国荣曾经推掉了饰演电视版《霸王别姬》的邀约，然而多年后他却接拍了电影版，是因为他说完全把自己放开了。那是什么让哥哥可以完全把自己放开呢？事实上，因为厌倦了娱乐圈的争名夺利，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而到了90年代初回来的时候，张国荣已经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了。他的发型师 Herman Law 说，哥哥一路都注重形象的，但复出之后他变化很大，没有太担心我行不行亮不亮了。张国荣对陈蝶衣的灵魂扮演，激活了他气质里本身就有的热情似火和千娇百媚。我们来看一段哥哥的神级表演，看他怎么演出那爱而不得的极度痛苦和挣扎。再忍忍就过去，听见没有？好了，别闹了，再忍忍就过去。我操你大爷！别闹了！据说拍完这段，导演喊停的时候，张国荣已经哭成泪人了，怎么劝都停不住眼泪。人戏不分的，又何止是陈蝶衣一个呢？虽然哥哥自己说他和陈蝶衣是不一样的，但是那种对演戏和情感的执着，那种在一个不怎么干净的世俗社会里能毫不隐晦自己的情感所向，保全住完整的自己，不顾及别人怎么说，想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的刚烈和勇气，可以说他们灵魂的相似让人屏住呼吸。《霸王别姬》之后，张国荣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潜能如花盛放。Jean-Paul Gaultier 曾经评价张国荣，说他 so versatile 多面百变。还记得我们梅艳芳那期的标题吗？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艺术家都是百变的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很多面的，有展现于人前的青春阳光率真不羁，也有外表之下的阴柔敏感脆弱妩媚，甚至还有自己都不一定愿意面对的内心的阴影。而所谓的魔鬼，只是披在符合社会规则和集体意识的那件外衣下的自我。脱下这个外衣，你会脆弱的不堪一击，但也只有脱下它，才能让你光芒万丈。柿子。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张国荣自己说，如果我不在舞台上超前一步，就不是明星。他的意思是，明星在舞台上应该更大胆、更突破，这才更有艺术价值。演唱会的最后，张国荣穿着一身白色浴袍，唱了那首经典的《我》。华丽的造型、复杂的技巧全都褪去，只剩一颗最纯粹的心。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这是张国荣特地请林夕写的一首歌，为表达他当时的心境。据说张国荣对林夕只交代了一句，他说 I am what I am。 对世界说，哥哥做到了，他就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而这样的光明磊落，换来的却是香港媒体的狂风暴雨。陈太说，媒体的报道对哥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那是他用全部身心去做的一个演出，想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我希望尽量把所有最精彩的一些服装都带到上海来，就让上海的观众、上海的全媒，因为而且不光是上海的全媒，因为我觉得内地的全媒都是档次比较高的，那么我希望你们不要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在很多的，比方说日本的一些评论家、一些美国的评论家在看我的演出的时候，已经说了张国荣这个演出已经达到了国际的水准的话，我希望你们相信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的一些评论，好吗？那么哥哥希望我们不戴有色眼镜去看的是什么呢？他用尽最大努力，即使被曲解，也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看到演唱會最後，我終於懂了。喺呢度，我想講嘅就係話，我成個主題就係話，人最緊要嘅就係你懂得點樣去愛人之外，最緊要嘅係你識得去欣賞你自己。现在我们总是说要活出真实的自己，但其实一个人要能认清真实的自己，保留住完整的自己，是何其之难。一个抛弃了所有的假面，承载了那么多真实的内心，是多么的凝重。一个不管世事冷暖，仍旧付出那么多爱而不求回报的人，又是多么的难得。 I am what I am, I am love。 生命是脆弱的，幸好我们还有哥哥留下的这道光。